却永远不了解爱的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儿时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你？秦世轩，你怎么可以纵容女朋友对记者乱讲话？我也是看到报纸才知道的。我现在就不需要跟我们解释，新慧没做这种事，她姐姐可以作证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你。哦不，我是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她。对于莫妮卡给你带来的困扰，我感到非常抱歉。除了道歉，你还能做什么？该道歉的我都会道歉，该解决的我自然会去面对。叫你的女朋友不要再演戏了。这位是新慧的律师，我们现在就是当面跟你女朋友对质，她敢继续做戏，就准备法庭见。新慧，新慧，上面有很多记者，也有警察在录口供，你这样上去会麻烦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上去了。我要帮你解释啊，说我一直跟你在一起，根本没有看见你找人打他，希望他不要控告你。可是上面有很多记者，然后警察又来了，现在怎么办？事情越来越复杂，我们还是回去商量过后再做决定。姐啊，你先回家吧，我还有事要跟律师讨论。既然警方已经介入了，我们交给警方处理吧。幸亏真有大将之风，居然这样镇定。换成是我，早就得忧郁症了。真的很抱歉，给你们两姐妹带来那么多困扰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谢谢你。我又不是在拍戏，也不是在做梦，怎么会是他那么巧？你想见的人已经出现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他是在跟我说，还是自言自语？哎呦，我的心好乱了。老板，那个女孩子呢？哪个女孩子？就是那个脚受伤，你不让她请假的女孩子。哦，你是说晶晶啊？哎，是你啊？是，晶晶呢？啊，不知道。那天跟你走了过后就没来上班了。那你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吗？天晓得啊，他给的地址都找不到人的。哦，我也在找他。如果你有他的消息的话，记得通知我，因为他猜测很准哦。真的吗？新慧有不在场的证据，经过警方调查后，证明事情不是新慧干的，她自然就没事。不过那个女的肯就这样罢休啊？我不介意陪她玩的，反正最后失败者肯定不是我。真正的凶手还没找到，所以警方还会继续调查。事情还没严重化，我们公司也不想追究。
不认识的。我来介绍，我的经纪人 May， Hello，我的助理 Anna， 嗨，他就是我跟你们提过教我滑雪的教练陈汉生。帮他讨杯饮料吧。请坐。谢谢。我贸然上门，不会打扰你们吧？不会，我们正在闲聊。是来找我吗？我就直接说明我来意好了。我们公司有意找你当我们新产品的代言人。来，这是我名片。谢谢。据我所知，贵公司所代理的是药物保健品，对吧？看来对我们公司并不陌生。这么出名的跨国集团，怎么会不认识？你们的总公司在美国，新加坡是你们在亚洲的据点。你们的老板姓秦，怎么会想到找我代言？这只是我初步建议，还有老板的同意才能定案。你是 Vino Health 的总经理，听说秦老板很信任你，只要是你决定了，还会有什么问题？你没问题吧？有机会和跨国集团合作，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啊？走了好几天的路，就算没有走108000里，也消耗了1800卡路里。走到我的脚都起泡了，都找不到人。哎，那人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找他啊？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女孩子，什么特异功能啊？就是你不明白的。吞吞吐吐。她说我心里想的那个人已经出现了，结果我思念10几年的人真的出现了。是巧合吧？上次他预测球赛也是很准的。那你想要找他做什么？我想问他为什么知道我的事情？我跟世轩应该相认吗？哎呀，你不明白的。我当然明白你在想什么了。好不容易跟人家见面，可是干嘛？想泼冷水啊？泼吧，反正我几乎天天在过泰国的泼水节。我认为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也不知道他记不记得你，记不记得以前的事啊？应该记得吧？他看起来很聪明的，就算是忘了，跟他提一提，他一定会想起来的。既然是这样，哎，干脆啊，你跟他打个招呼啊，要不然把东西啊还给他。你不是说过那个东西是他妈妈送给他，你还给他。可是他会不会取笑我？竟然把那个东西收了10几年，也许他已经不要了，我竟然还收着。他会不会笑我？连一个小孩子的话都当真，笑我幼稚。如果他真的忘了，我会很丢脸的。哎，你的意见呢？是相认好还是不相认好？相认。你在打发我？要是他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不知道会不会很失望？他很帅的，你说我保留神秘感会不会是更好？你好像在乎他对你的看法多过他记不记得以前的事哦。哪里是？他已经成了你的梦中情人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叫你帮我分析，你却取笑我。既然他把那个东西带在身边呢，应该还记得以前的事了。我想应该也是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你说。不如这样吧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说。顺其自然。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不错嘛，被陷害不成，反而得到广告。这叫好人有好报。你不是说啊，叫世轩那个教练啊，跟陈汉生是朋友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汉生找我拍广告，关他什么事啊？会不会是你朋友陷害你，他过意不去，叫汉生找你拍广告当做补偿？秦世轩，咬到嘴唇。二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秦世轩算什么？人家凭什么要给他面子啊？二姐，为什么不早讲？想要改变饮食习惯也不是这样吧？我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卡路里了。我看你一整晚都心不在焉，有事吗？不说就算了，我也没兴趣。他出现了。哪个他？就是小时候认识的那个他。找到他啦？
他自己出现在我面前的。帅不帅？帅呆了！把东西交给他，他怎么说啊？我没有勇气面对他。算你聪明。为什么？如果他说不认识你，你不是很尴尬？给一个男人因为你的样子而说不认识你，很丢脸的。你也不用那么坦白嘛，我已经受内伤了，你没有安慰还要泼冷水。现实就是这样啊。如果我们两个在他面前，你说他会选谁？当然是我啊。我相信他不是这种人。有时候你觉得他不像是那种势利的人，可是他心里怎么想，你又怎么知道啊？你讲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又没有要他怎么样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还是别自讨没趣了。我看人家早就忘了你。不会的，我们有那个东西相认的。保留一个破铜烂铁又有什么用？人家就要选择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女朋友吗？再喝就要醉了。醉了很好啊，醉了才能忘记所有的痛苦。你再听我多一次好吗？我就是听你的话才没跟记者爆料，要不然我一定要江欣慧好看。喝醉了，辛苦是你自己。呕吐、头疼，会比失去世轩来得更痛吗？这1年多来，我为他改变自己多少生活习惯，你知道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我全看见了。你看见有什么用？他看不见啊。我喜欢夜生活，他不喜欢，我就改。我要去他家里，他姑姑不喜欢，我就尽量少去。喂，别再喝了。你知道吗？为了他，我甚至愿意放弃空姐的工作。结果呢？我却败在一个他认识几天的女人手上。你说我甘心吗？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在你身上，你再怎么折磨自己，也挽不回的。我就是喜欢他，才愿意承受这一切。可是我发现，在世轩身上找到的只是友情，而不是爱情。我不想再痛苦下去了。我决定离开他，而且是真正的离开。你对莫妮卡的事有什么打算？我对她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，她应该明白。她明天早上就要飞了，你想留她的话，来得及。我觉得她的决定是对的。难道一点舍不得的感觉也没有？再见还是朋友啊？跟你交往过的女生也不少啊，难道就没有一个适合你吗？你想用沉默逃避我的问题啊？我在想，应该给你一个怎么样富有创意的理由。不过我想来想去呢，答案还是一样，缘分可遇不可求啊。果然没创意。你这看不上其他女生，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对象了？你又想知道什么啊？是不是那位小时候曾经救过你的女生？你还在想念她？果然是她。现在无论我说什么啊，你都会用你自己的角度去看，所以我选择不答。要不要我安排你们见个面？新加坡那么小，要找一个人不是件困难的事啊。怎么样？喂，你不要乱来啊！真的不要我帮忙，也许他也在等着你呢。顺其自然吧。你是不是喜欢江欣慧？我只是随口说说，当真没听到。你在想什么啊？你上次说有个新产品要找代言人，你找到了吗？为什么问起这个？如果你还没找到，你可以考虑江欣慧。果然给我猜中了，真的喜欢她。如果我喜欢她，我就不会推荐她了。她对你好像有成见哦，为什么要推荐她？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，我觉得她很适合。Anyway， 这只是我的建议，最终的决定还是你。
是来找我吧？嗨，请问这里有没有叫江心宇的？哦，他不在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清楚。你找他什么事啊？哦，上次他拿气垫伞给我用，我的伤很快就好了。我特地来向他道谢了。哦，那请问你是？我是秦世轩。哦，你好，麻烦你通知他一声。好的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人家主动找上门啊，你干嘛躲人家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每次看见他就是想躲。不可能没有原因的，你想清楚。也许他帅吧。这就是我躲他的原因，我怕他看见我这个样子，以后是他躲我。我躲他，他没有损失；他躲我，我的心会血流不止的。你一定是喜欢上人家了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你会自卑。这就是从你的被爱，害怕被伤害。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，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姑姑，哎，回来啦，过来陪姑姑聊聊。好啊。什么事啊？听汉胜说是你推荐江心慧做产品代言人的。韩生说你也同意了。他的确是合适的人选。我是不会随便推荐人的。那从这件事呢，就可以看出，其实你是很关心公司的事的，你就是不肯回公司来帮姑姑减轻负担。就算你爸爸有错，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真的不能够原谅他。他当年那样对妈，你要我忘记是不可能的。谁是谁非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你就别耿耿于怀了。我不相信当年妈不告而别，她是被爸逼走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接到你爸的电话，才知道大嫂离开了。妈离开之后，她去了哪里？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后来才听你爸说，他去世了。你跟莫妮卡到底怎么样啊？她走了。有些感情呢，虽然已经过去，还是没有办法忘记。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啊？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。也许感情让人动心的原因就在这里，所以我无法否定你的说法。就算你爸爸有错，都已经过了那么久了，真的不能够原谅他。长大后我还可以回来找你啊，就认这个吧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心瑜，心瑜，心瑜，哦，拜拜。不是，你要不要跟我们去吃东西？你没事吧？整晚心不在焉的，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啊。你 OK 吗？我的心长满黄连。你在说什么？就是苦，你们怎么会明白？拜拜。那个
个女孩子怎么长得跟安祥的女朋友菲菲一模一样？难道是我精神受了加氧化看错人？菲菲这时候应该在家乡陪安祥的奶奶才对。看错人，看错人。原来我没有眼花，真的是他。出轨。这么下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没有。那晚餐又吃这个，哪里有营养？养活本啊！你吃米粉吧。五毛五啊，很香啊。要不是你要看店，晚餐干脆来我家吃好了。以后别太亏待自己了，节省也要有个限度的。不省不行啊！我每次想到菲菲啊，就觉得内疚，觉得我自己要对不起她。不是你对不起他，是他，是你对他好到我都看不过眼啊。她对我也不错啊！我拖她这么多年了，她帮我照顾奶奶啊，我想应该早点跟她结婚。结婚不一定要筹出一大笔钱的。菲菲希望有自己的房子，我也希望她过得幸福。等一下，你看看。你要买公寓啊？我打算结婚后买间小单位啊，这里靠近巴沙。菲菲真幸福，有一个这样好的男人爱她，可惜她不珍惜。其实，安祥，你真的是一个好男人。你别开我玩笑啦。怎么办？要不要跟他说？就这样子打碎他的梦，太残忍了。安祥，不如这几天你回家看你奶奶。我也半年没有见奶奶了。那快点回去看她。忙不过来哦。你放心好了，才几天假，没有问题的。明天跟家政妇请假。还有，记得跟你的女朋友谈一谈，给她惊喜。等你知道一切的时候，都不知道是惊还是喜。当公众人物，会不会觉得出门不方便？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习惯，可是久了就没什么了。其实有人跟你打招呼，就表示他们接受你啊。这是因为你有观众缘。那你呢？跟我在一起被人指指点点，会不会觉得很不自在？不会，也许他们羡慕我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到很久了，才刚到。给我啤酒一杯。看来迟到是你的特色。我看这个污点永远都洗不掉了。我约思轩来是希望你们能和解。上一次的事纯粹是一场误会。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。I'm sorry。给我点面子嘛。Cheers。记得5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华文老师问孟母是谁的母亲，还指明要思轩回答。哎，你猜他给什么答案？他肯定答错。他的答案是孙悟空。因为当时呢，我是在看《西游记》。原来你从小就那么不专心。喂，你还不像，上课的时候常常偷看我们班上的校包。对不起啊，我
我车钥匙可能留在 pub 里，我回去找找看，你等我。好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你啊！你没事吧？刚才一个人有点怕，打算去找你。我们走吧。抱歉，我不应该让一个人留在这里。我没事。回来了，还是家里最安全，总算可以放心啦。干嘛不放心？最近老是觉得有人在跟踪我。真的？要不要找人保护你？不用啦，我会小心的。姐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今天我跟 Vino Health 签约，很快我就可以展开我自产计划了。人美不止追求的人多，连钱也会自己找上门。哪像我送上门都没有人要。还在想着那个人呢。要是想不开，就大胆去找他，跟他说你就是当年救他的小女孩。我怕他忘记了。那还有什么好想的？可是我不能不想啊，那个东西是他妈妈送给他的纪念物，我是应该还给他的。姐，你怎么那么幼稚？都已经给你，还死都要还给人家。送给你就代表他不要了嘛。当时是小孩子说的话嘛，可能之后他后悔了呢。哎，幸慧，可不可以帮我还给他？干嘛不自己去？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嘛。人已经够丑了，几天没睡觉，你看憔悴了不少，都不知道有没有白头发。你帮我好不好？我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，怎么帮啊？你也认识的，是秦世轩。哈，是他。怎么样啊？你凭什么知道是他？原本是一对的，一个在我这里，另外一个就挂在他车钥匙圈上。幸辉，你帮我可以吗？姐啊，他的人那么高傲，可能早就忘了这件事，你死心吧。我心死脑不死也没有用的，你就帮帮我了，希望我求你，我求你。我一想到还要跟他见面，我就倒胃。好啦。等了10几年，一直希望能见到他，现在见到了，就要躲起来，甚至还要幸慧帮我拿去还给他。我这样子做，到底是不是很笨？要回来还不迟啊！嗨，没想到那么巧，可以在这里遇见你啊！是啊，来吃东西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来这里教滑雪的。跟你开玩笑的啊。原来你也爱开玩笑的。你刚才看到我很惊讶，我原本给你的印象是怎么样的？像个严肃的小老头。我听说这里的炒粿条很好吃哎。你喜欢吃炒粿条？我也是，我正在等呢。小姐，你的粿条来了。哪一盘没有辣的？这盘。请问多少钱啊？5块。我给。没关系啦，难得有缘遇见你，这餐我请。谢谢。下次再遇见你啊，就你请啊。好啊。你不吃辣的吗？
我吃一点点辣就会拉肚子。那天我到邮差店找你道谢，你不在。哦，安祥跟我说了，那天我跟我朋友出去了。齐先生，你叫我世轩就好了，我也叫你的名字。好啊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只是想问你，今天不用教课吗？要配合学生上课的时间啊。基本上我教课的时间比较自由啦。哦，原来他喜欢自由的。我今天还看着谁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我撞到他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快跟我来。对不起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别动啦，我帮你吧。这个牌子药啊，很好用的，无论是擦伤、烫伤、割伤，你擦2、3次呢，很快就好的。这不是我说过的话吗？这种药很好用的，擦伤、割伤，只要擦2、3次就好了。你怎么知道这种药很好用？小时候有位朋友介绍我用过。难道你还记得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你记性很好，你朋友一介绍就记得了。我差点忘了你家是开药材店的，还在你面前班门弄斧。怎么会是班门弄斧呢？要不是你的话，回到家已经起泡了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。只有自己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我脸上有污点吗？不是，只是你在我印象中跟其他 GM 好像不一样。GM 也有模板的。我以为大公司的 GM 架子都很大，可是在你身上却找不到一点架子。GM 只是一个职衔而已，拿掉职衔也只是一个普通人啊。对了，汉生，我有东西要麻烦你转交给秦世轩。没问题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你再帮我倒一杯吧。你脾气真好，换成是别人早就翻脸了。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所以我说嘛，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，真的很难得。你在夸我啊？我脸都红了。我可是亲眼看见你对朋友讲义气的。你是指思轩？不是吗？他一叫你就挺身帮忙，看得出你们交情不浅啊。没错，他不只是我的死党，也是我的老板。他跟 Vino Health 有什么关系啊？ Vino Health 的秦老板是他爸爸，秦总裁是他姑姑，思轩是公司未来的接班人。新慧，我太意外了。你一定是在猜想他为什么会去当滑雪教练吧？这一点不如自己去问问他，说不定能改变你对他的印象。怎么，又想改变我对他的印象？人的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。和谈就宣告失败了。哎，对了，我看到他的车锁匙扣挂着的那个金属饰物，好像很特别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直觉啊，可能女孩子的第六感比较敏锐吧。没错，那东西对他意义可大了。是他小时候妈妈送给他的，后来妈妈死了。
哦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东西要转交给他吗？哦，没什么特别的啦。对了，汉生，平时你有什么爱好啊？要是2只手都烫伤，就可以给他茶酒1天。如果2条腿也烫伤，就可以给他背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要被砍了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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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先砍死你个死鸡婆！我是被吓大的啊！你们为什么要砍人？那个死婆婆欠钱不还，可以砍吗？等我中过有了钱才还。那你试试看吗？今天他要是不还钱，我就先砍了你！我是被吓大的啊，我才不怕！你被吓大了，我们是砍人砍大了。好了，我还！谢谢你。你刚才好勇敢哦！我吓到腿都软了，硬撑的。为什么要借钱？穷咯。需要钱可以跟爸爸妈妈要嘛。我是孤儿。那你怎么生活？工作的时候就住在工作的地方咯。那你在滑雪场工作，为什么要遭受伤？难道你不珍惜工作吗？那天是我妈妈的忌日，老板不肯让我请假，我只好……原来他这样没有人情味。那为什么之后你不继续工作？我回去了，可是我看到我后父。你有后父？我爸爸在我3岁时死了，妈妈改嫁，在我14岁的时候，妈妈也死了。我后父他怎么样？他想要强奸我。人家禽兽！你是害怕被你后父抓回去，所以不敢回去工作。要不是我自己碰到，很难想象有你那么可怜的人。你是第一个同情我的人。好了，别哭了。那你现在有工作吗？刚刚找到，可是要2天后才可以上班。那你住哪？公园。公园？那遇到坏人？哎呀，不如这2天你来我家住。真的吗？你不怕我骗你？你不像坏人。你不会骗我吧？我不会骗好人的。喂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不要到处乱走，东西也不要乱动啊！我会的。新宇啊，他是谁？真的要住在这里啊？他叫晶晶，只是暂住几天。不行，带一个陌生人回来，也不事先跟我们商量啊！你小声一点，你给他听到多不好意思。你们认识多久啊？刚刚认识就把人家带回家呀？交情不在意认识多久吗？而是在意能不能沟通。我跟他沟通很好，很像认识10几年了。那他为什么不回自己家住啊？他很可怜，无家可归，是个孤儿。人家说什么你就相信呐？人就是常常互相猜疑，才不能交心。要是他现在说被人家绑架了，需要多少赎金你也付啊？
那不给钱会撕票的，做得到我也给的。哎呦，你真笨啊！我被你气死了。妈，他很可怜的，你收留他吧。我们是开中药行哎，不是开收容所呀。你不收留他，他要睡公园啦。女孩子睡在公园啊？很危险是不是？刚才他就是在公园遇到坏人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要不然的话恐怕已经……真的？他不是那么幸运，每次都遇到我的。你也不希望他被坏人欺负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可是家里住一个陌生人，进进出出很不方便呐。我可以叫他不要到处走的嘛。妈，你不是连几天的度量都没有吧？要是他住了2天还不走，怎么办？那我走喽。来，这是我弟弟的房间，这几天他不在，你就暂时住在这里。OK。不过你别乱动他的东西。OK。喂，不要动！我在叫你不要动了。哎，别人动，别人动。嘘。喂，跟我出去啊！等一下。那个女孩子是谁？我的朋友晶晶，她只是暂时在我们家住几天。你带个陌生人回来住？哪里是陌生人？她是我朋友。你朋友？哪里认识的？反正妈已经答应了，你反对无效。妈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不是啊，她是心地善良。你最好叫她回自己的家。她是孤儿，无家可归。你不收留她的话，她就要去睡公园了。会不会是问题少女啊？我看起来比她更像有问题啦。可能是离家出走呢。如果离家出走的话，家人就会报警，报纸就会登。你在报纸上看到她照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万一她家长找上门呢？你不明白孤儿的意思啊？你脑袋有问题。哎，新慧，哎，那个东西你还给世轩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你还给我吧。还给他了。那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这个人蛮酷的，你还期待他会说什么啊？他没有问是谁还给他的。他有跟你提起我？他好像不怎么记得了，没有什么特别反应。会不会他是男孩子，不太好意思表露出来？哎，你们看到他那种隐藏的情绪？你还期待他看了会很高兴的说：“哇，我等了那么多年，终于跟你见面。”那类型的反应啊。姐啊，你做了10几年的梦，该是醒来了吧？还给世轩了吗？大健，大健，秦老师，你找人吗？找你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有心要找一个人还不容易。我到滑雪场找你，才知道原来你星期2、星期4都在这里教书。原来你兴趣的专长还这样多元化。这就是现代人的特色。你特地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的？你也许忘了，可是我不会忘记的。本来就是一对的，还给你。